2050年的黑科技，咱家可以生产了。不是哥们儿，你这是跑我直播间打广告来了吧？你说你卖3000块的电脑，能吊打现在最顶配的，疯了吧你？做不出来我倒立吃翔。我勒个去，就烦你们这种吹牛不带草稿的。3000是吧？我买，多久能交货？明天就发。行，这话可撂这儿。要是你做不出来，可别怪我全网曝光你这骗子。这时，直播间也刷起了一片议论：3000块，这哥们儿昨晚灌的是工业酒精吧？主播和片子是一伙的吧？演技这么卖力，不就是想带货？就在直播间里，弹幕横飞，质疑和嘲讽几乎要将你淹没时，你只是神秘的笑了笑，在主播评论区打字说了一句：“等着吧，明天见真章。”然后你关掉了直播界面，深吸一口气，在心中默念：“打开建造系统。”刷一个美女姐姐出来了。宿主你好，3号技师为您服务，请问今天想建造一些什么？查看当前属性。你盯着积分余额，撇了撇嘴，真是好不容易赚的3000呀！可瞥见那个能解锁生活模式的美女机器人标价10万积分时，又忍不住啧了啧舌。看来还得赚钱呀！系统搜索计算机，积分从低到高排序。搜索已完毕。你的目光在第2个选项上停留。万代式终端介绍里写着：集成基础生物识别、全息投影与交互、低功耗入门级量子计算单元，兼容2020至2040年代主流软件生态。就是它了。你打了个响指，1000的成本卖3000，血赚2000多，这第一桶金赚的舒服。在2050年，这玩意儿可能确实是电子垃圾级别的，但放在今天吗？确认建造2048复古型万代式全息交互终端，款式吗？就选那个快乐小鸭卡通造型吧。你恶趣味地选择了最不像电脑的外观。扣除1000积分，剩余积分2000点。材料重组中，量子打印开始。仅仅几秒后，一个看起来像是儿童玩具、明黄色鸭子造型的硅胶手表，叮当一声落在桌面上。包装也得像样点嘛。你又花了100积分，让系统生成了一个印着未来科技极致体验的纸盒。最后你叫了快递，给直播时那位暴躁老哥邮寄了过去。搞定。等明天看好戏。次日傍晚，你刚进入直播间，主播老张正对着镜头咆哮：“家人们，快递到了！就这小盒子装我袜子都费劲，还黑科技电脑。现在咱们就拆开，要是货不对板，我立刻报警，全网挂他。”于是他粗暴地撕开纸盒，拿出那个明黄色的快乐小鸭手表，直播间瞬间炸了锅。哈哈哈！我特么直接笑喷！快乐小鸭，这是电脑，3000块买了个儿童手表。老张你也有今天？说好的倒立吃翔呢？不过这次是主播被骗吃翔。哈哈哈！就在老张气得手都在抖的时候，美女主播小柔也连麦过来了。哟，这就是那位未来科技大佬的杰作呀，看起来挺童真的嘛。哥哥，你这电脑还能不能行吗？老张觉得丢脸丢到姥姥家了，拿起手表就要往地上摔。我砸了这破玩意儿！就在这时，你也打字说：“别急嘛，老张。还有那位美女，在砸它之前，先按照说明书操作一下嘛。”操作？这破表有什么好操作的？很简单，带上它，然后对它说启动。主播，让逗逼进行到底吗？今天这戏份好啊，你就听话带上它。在弹幕的疯狂催促和嘲笑下，老张一脸嫌弃的把那只可笑的快乐小鸭戴在了手腕上。他妈的，老子就像个傻子！老张嘟囔着，然后对着手表用近乎吼的声音说：“启动！”嗡的一声，仿佛来自遥远未来的低鸣响起。鸭子表盘上那2颗塑料黑豆般的眼睛骤然亮起柔和的蓝色光芒。紧接着，在老张面前的桌面上方构建出了一个完全由光线组成、半透明的虚拟操作界面。整个直播间瞬间死寂，弹幕空停了整整3秒钟。然后，我靠，老张，你确定你现在不是演戏呢吧？这是什么？全息投影操作系统。基础交互可以通过手势在投影区域内完成，复杂操作建议连接蓝牙，又或者直接语音指令也行，比如下载个你熟悉的测试软件。老张下载完软件后得出的跑分结果让直播间再次沸腾，综合性能得分10.8573万，我数了半天为数10亿，现在顶配电脑跑分多少？200万、300万，这特么是几百倍！妈妈问我为什么跪着看直播，主播倒立吃翔，主播爸爸有连线求代购。你一个能造2050年科技的人，居然被沙漠里的大佬刷到。你好，我想请问您能不能造车？车？什么车？核动力的行不行？越野车，最好的越野车。我们要在沙漠里用，要能穿越最软的沙丘、最崎岖的戈壁。我的朋友们都不相信华国有什么真正的黑科技，但我看了您的直播，觉得您或许能让我惊讶。可以，什么时候要？不过这价格嘛，100万没问题的，只要您的东西真的配得上您的科技。我靠，100万！我原本想说10万的，嘿嘿，那明天到货，您看行吗？笑死我了！你吹什么牛逼呢？这片子也太假了吧！朋友，您知道我们在哪里吗？这是沙漠，距离您所在的华国至少6000公里。明天，除非您的车能自己飞过来，100万接受的话，现在就转账。明天这个时间，您的账户钱会停着您要的车，如果没到，10倍赔偿。好，我就喜欢有胆量的人，账号给我。支付宝到账100万元。系统出来干活。宿主你好，3号技师为您服务。搜索越野载具，正在检索中，积分从低到高排序。核动力拖拉机，点开详情。核动力拖拉机动力微型核聚变反应堆，最高时速500公里每小时，就它了。不过这个外观嘛，就选这个吧。总计扣除3万积分，
剩余积分97.2万积分。材料重组中，量子打印开始。那怎么送货呢？哎，有了。 2040年闪电全球无人送货机，最大速度15马赫，租赁价格10万积分一次。10万积分，小意思了。租赁一台，目的地设定为亲王提供的坐标。对了，在飞行器侧面喷一行小字：林大庆未来科技速递，使命必达。扣除10万积分，剩余积分80万零2000积分。闪电无人送货机已投放，预计抵达时间7小时22分钟后。与此同时，漂亮国新闻发布会现场，女士们、先生们，今天我们正式宣布，黑鸟之子 M60高超音速侦察机，它是人类科技的巅峰，是毋庸置疑的地表最快。你生产的2050年核动力越野车被沙漠的大佬购买了，他们肯定想不到一个华国的小子竟然真的没吹牛。阿布杜，我的朋友，2050年高科技越野车，这种话你也信？还为此付出了100万，你太天真了！从华国到这里几千公里，一天怎么可能送到？我打赌他会说货物被海关扣了，需要再付20万清关费。正在这时，帐篷外响起了很多人的惊呼：“我的天啊，这是什么？林大庆未来科技，使命必达！”众人走出去，看到天空中一台飞行器，飞行器下面还有一台看起来土里土气、轮胎宽大的老式拖拉机。随后，飞行器再次瞬间飞走，消失不见。这是阿卜杜第一个回过神，快步走到拖拉机前，机身上贴着一张纸条：未来科技核动力沙漠拖拉机。荒谬，这太荒谬了！拖拉机上装盒反应堆，这比骆驼会开飞机还可笑。阿布杜，你上当了，这顶多是个电动玩具。阿卜杜没有理会他们，只是看了看说明书，然后就找到驾驶座旁的一个红色按钮按下。核聚变反应堆启动完毕，动力输出正常，请选择驾驶模式。新王按照简易指南选了了沙地极限模式。拖拉机宽大的轮胎突然自动充气，胎面花纹重组，变成了更适合沙漠的深赤纹。然后轰的一声，速度瞬间飙升到每小时100公里以上，转弯时甚至做出了夸张的漂移动作。帐篷前的众人目瞪口呆。不可能！我的悍马在这么软的沙地上都会陷车。10分钟后，拖拉机一个甩尾，稳稳停在帐篷前。阿卜杜亲王跳下车，脸上是抑制不住的兴奋和震撼。朋友们，这不是拖拉机，这是沙漠的魔鬼，是神灵的坐骑。他掀开引擎盖，里面没有发动机，只有一个密封的金属圆筒以及一行小字。突然，所有人的手机同时响起新闻推送的短信声：警告，雷达捕捉到不明超高速飞行物。五角大楼进入紧急会议状态。这极有可能是华国正在测试的新一代全球快速投送系统。深夜，某军区绝密会议室内，7、8位肩扛将星的男人围坐在椭圆桌旁，墙上的大屏幕正循环播放3段视频片段。快乐小鸭手表投射出的全息界面，沙漠中拖拉机漂移的尘土，以及卫星最后捕捉到的那道划过天际的流光。查清楚了，飞行器的终点是阿联酋沙漠的这个坐标，而它的起点，我们逆向追踪了它的飞行轨迹，最终定位在江湖市的老工业区，一个注册为大庆废旧金属回收站的私人作坊。作坊老板叫林大庆，25岁，本地人，父母早亡，高中辍学，之前一直在厂里打零工。3年前用全部积蓄盘下了这个倒闭的配件厂。他的履历干净的像一张白纸，没有境外背景，没有高等教育记录，没有在任何科技公司任职的经历，甚至银行流水显示，直到1周前，他账户里长期不超过5000块。然后1周内，他的账户先后收到一笔3000元和一笔100万元的转账，分别来自一个游戏主播和一个中东的账户。就在收到汇款的同时，他账户里这笔钱的绝大部分在几分钟内就消失了，不是转出，是就像被凭空抹除了一样。银行系统只有支出记录，却没有接收方。这不可能！更不可能的是，我们对那个快乐小鸭手表流出的少量数据进行了分析，它的核心芯片是一种我们完全无法理解的架构。材料学分析显示，表壳使用的聚合物在地球已知的任何数据库里都找不到。还有那台拖拉机，在极度保密的情况下，我们的专家进行了远距离检测，它引擎盖下的那个金属圆筒散发的辐射特征与我们理论上的核聚变模型有相似之处，但约束方式和能量密度超出了我们所有在研项目，至少50年。找到他掌握的东西可能关系到国运。第2天上午，你的厂子里，你正美滋滋地享受3号技师的服务。突然，厂子外传来一阵不同于往常的喧嚣。你走到2楼窗户边，往下看去，然后你的腿就软了。厂子外面那条路上停了整整5辆墨绿色的军车，几十个全副武装、荷枪实弹的士兵，足足站了2队。我操，暴露了！完了！你脑子里瞬间闪过无数画面：秘密实验室，终身监禁。我就知道那飞行器太招摇了，系统你个坑货！10万积分租的什么破快递，还被雷达抓到了。正当你紧张的时候，手机突然响了起来。请问是林大庆，林先生吗？是我，你哪位？林先生，请不要紧张，我们是军区有关部门的，能麻烦您开一下门吗？我们当面谈。我没犯法，我卖的东西都货真价实，童叟无欺。您别误会，
我们只是来请您帮忙的，请您务必相信我们。帮忙？算了，跑也跑不掉。于是你哆嗦着打开了那扇沉重的铁门，门外站在最前面的是一名军官。林大庆同志，你好。哎呦，这么多当兵的，林大庆这小子犯什么事儿了？就说。这小子整天闷在那个破厂子里，神神秘秘的，肯定没干好事儿。何止啊！小时候我就看他眼神不正，偷过我家的梨。听说他在网上骗人钱，骗了好几十万。看看，报应来了吧？你还在恍惚的时候，车队就开到了一个戒备森严的军事管理区。你被请进了一个类似会客室的房间。很快，进来了2个明显是学者和高级工程师的人。林先生，冒昧打扰，我们看了您出售的那2件，实在令人震惊，尤其是那拖拉机的能源模块和计算架构，我们有很多疑问。不知能否请您指点1、2？哦，看样子真不是来枪毙我的。指点不敢当，你们问吧，我知道的尽量说。3号技师，救命！快来帮我翻译。在呢，宿主，已启动科技树基础理论同步翻译模块。接下来几个小时，你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问答会。原来是这样，我们卡了13年的能源效率问题，关键竟然在这里！上帝啊！这个材料和成路径真的可以让我们的战斗机快出现在几倍啊！这个算法，它完美避开了现有体系的根本缺陷，天才，简直是神之笔！你看着这群平均年龄能做你爷爷的国宝级专家，因为你的几句话而欣喜若狂，手舞足蹈时，心里感觉怪极了。一方面有点暗爽，另一方面又觉得这功劳受之有愧。最后，那位最初与你通话的将军走了进来，激动地说：“林先生，我代表国家感谢你，你今天的每一句话，价值都无法估量。”他递过来一个保密等级极高的加密平板和一支特殊的手写笔。我们知道您可能有所顾虑，也可能有一些特殊的原因，无法透露所有细节，这点我们完全尊重。我们只想恳请您，如果可能的话，在不违背您意愿和原则的前提下，能否为我们留下一些指引？任何方面的都可以，材料、能源、信息、生物，都可能让我们少走50年弯路。将军的话说完，整个会客室安静的能听到心跳声。你看着他递过来的加密平板，再看看旁边那些科学家们期盼的眼神，心里却在打鼓。那个将军，我的确很想帮忙，但是搞这些东西需要很多资源，我现在手头有点紧。说完这句话，你脸有点发烫，在大是大非上谈钱，怎么都觉得自己有点小家子气。没想到将军听完，不仅没有露出任何不悦，反而理解的点了点头。这是应该的，林先生，您愿意分享这些知识，已经是无价的贡献了。需要多少资金才能将您掌握的部分知识转化为我们可以理解的资料？会议室的科学家们也非常紧张，生怕太贵超出他们的预算。而你刚看完系统列表，知道要给他们的那3样技术要45万积分，也就是45万元。但你不能直接说这个数，毕竟还是担心被别人切片研究。然后你大胆地说，可能需要2亿。当你说完就后悔了，这要价也太黑了。可谁能想到将军连眼睛都没眨一下，直接对旁边的副官说：“安排一下，从特别技术基金岛给林大清同志的账户转2亿，现在就要。”是。副官立正，转身就出去打电话了。2亿，您不还下价？哈哈哈！您知道我们为了突破第6代战斗机的一个启动难题，每年投入多少研发经费吗？是100亿啊！而且已经投了8年。还有，您知道可控核聚变的一个中型实验堆造价多少吗？300亿，而且建了3个都失败了。如果您给的东西能让我们少走哪怕1个月的弯路，这2亿就是我这辈子花的最值的一笔钱。将军，我尽量让这笔钱值，但还有一个问题，如果没花完的钱，剩下的可不可以归我当个辛苦费啥的？哈哈哈，当然。在得到将军的肯定后，你开心极了。说罢，你便走到桌前，闭上眼睛。3号技师，兑换项目1、3、4预览版，确认兑换第3代核聚变约束场理论，超导材料常温制备工艺，第6代战斗机设计蓝图，总计扣除45万积分。兑换完成，你睁开眼睛，拿起最细的那支绘图笔，然后你的手开始动了，快得不可思议。当你终于放下笔时，面前已经堆了厚厚一叠图纸，每一张都密密麻麻。几乎就在同一时间，你的手机震动了一下，你掏出来一看，银行到账短信，2亿真的到账了。你看着那串数字，手有点抖。收到了。是的，谢谢您。不是我们谢谢你，这些图纸我会亲自保管，他们会被送到最安全的地方，由最可靠的人研究。还有林先生，关于您个人的安排，我还是想先回我的厂子。不过将军，我可能需要一点时间消化这笔资金，等我准备好了，我会联系你，我们可以有更深入的合作。好，我尊重您的决定，但请记住，无论何时，只要您有任何需要，都可以打那个电话。另外，关于您账户里突然多出的这笔钱，我们已经安排好了，合法合规，没人能查，这点请林先生放心。当天傍晚，你被送回了工厂，你靠在椅背上，看着手机银行里那串长长的数字，第一次感受到了什么叫财务自由后的空虚。曾经觉得遥不可及的10万积分机器人女友，如今不过是9牛1毛。曾经在直播间卖黑科技赚3000元的兴奋，与如今随手能调动1万资金的平静相比，显得那么微不足道。夜深了，你独自坐在简易办公室里，望着窗外城郊昏暗的灯光。3号技师在呢，宿主，今晚想建造点什么？不想建造了，我在想人有了能力之后到底该做什么。根据系统行为日志分析，
宿主在过去1周内，通过分享未来科技，以间接推动本时空华国科技水平约15年，特别是可控核聚变约束场理论，预计可在3年内实现实验堆稳定运行，这将解决人类能源问题的核心瓶颈。15年听起来很多，但面对茫茫宇宙，也不过一瞬。系统，你的数据库里有关于星际旅行的技术吗？像科幻电影里的空间传送门那样的？正在搜索，找到了时空稳定虫洞生成装置、跨维度空间折叠传送门、平行宇宙坐标定位仪。你倒吸一口冷气，8亿，你全部身家才2亿。如果宿主的目标是为华国寻找宜居星球，建议选择更经济的方案。什么方案？深空生态探测阵列、星系级宜居星球扫描仪、量子纠缠通讯中继站，这3样组合可在3年内完成。对太阳系临近50光年内所有恒星系统的扫描，锁定类地行星，并建立实时通讯。你眼睛亮了，打开电脑新建了一个文档，标题郑重地写上大庆发展规划记录表。写完这份计划已经是凌晨3点了，你却毫无睡意，便换出系统界面。3号技师，兑换以下技术完整版。宿主已确认兑换。大量的知识涌入你脑海，你强忍着头痛，打开绘图仪开始疯狂输出。这一次你没有画的那么详细，而是采用了技术路线图的形式，给出关键突破点、理论框架、实验方向。至于具体的细节，则留给华国的科学家们去填充。这既是为了保护自己，也是真正帮助华国建立自己的研发体系。3天后，当你抱着一摞技术资料再次见到将军时，对方明显愣住了。林先生，这是我整理出来的一些东西：空天战机、能量护盾、深海战舰、单兵外骨骼，基本上够华国在10年内实现军事科技全面代差领先。这些都是完整的吗？完整的技术路线，但具体研发还需要咱们的科学家努力。不过以咱们现在的底子，2、3年出原型机没问题。林先生，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这些技术的价值无价，我知道。所以我今天来，其实也是来告别的。告别？我想退休了。有这些技术后，咱们至少能安静发展50年。50年内没有任何国家敢挑衅咱们。而我这辈子最大的梦想其实特别简单：有钱有闲，周游世界，看看风景。我明白了，我代表这个国家感谢您。您的贡献永远不会被记录在任何公开档案里，但会刻在这个民族的命运里。3个月后，南海某空域，2架 F-35C 挑衅性的贴近华国的领空线，这是他们这个月的第7次所谓的自由航行。这里是华国空军，你机已接近我领空，立即离开！立即离开！公共频道里，华国飞行员的警告一如既往。A国的飞行员撇嘴，对着后座武器官笑道：“还捞一套，他们那 J-20追不上咱们的，在接近10海里拍几张照就……”警告！话没说完，雷达警报凄厉的响起！6点钟方向，高速接近，速度马赫8，这不可能！A国的飞行员猛地回头，看到了终生难忘的一幕：3架通体漆黑、造型如外星造物般的战机，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他们后方不足500米处，没有音爆，没有尾焰，就像从虚空中钻出来的一样。最可怕的是，己方机在雷达直到对方几乎贴到脸上才报警，这意味着对方的隐身性能已经超出了雷达的理论探测极限。公共频道换成了一个冰冷的声音：“这里是华国空天军玄鸟中队，你即有10秒时间转向180度并离开。10、9、8。”同一天，东海某国驱逐舰试图闯入争议海域，然后他们看到一艘造型流畅如海豚般的潜艇跃出水面。不，那不是潜艇，那是能在水下以80节航速行驶，又能短暂飞行的前航母舰。舰体周围隐约可见一层淡蓝色的能量薄膜。该舰在公共频道只说了2句话：此海域已划为华国新能源实验区，已建有触发电磁脉冲风险，建议立即远离。某国的驱逐舰舰长看着仪器上疯狂跳动的能量读数，大喊道：“撤退！全速撤退！”这次我们用实力证明了自己，让世界知道了华国是最棒的。此时，下一个电视台华国能源部长正在直播：一核工程可控和聚变式范怼已实现连续稳定运行100天，预计年内将并入华东电网。初步测算，民用电价将下降90%以上。而最后一条新闻来自西北某试验基地，湛蓝天空下，3架通体漆黑、造型如外星造物的战机缓缓滑出机库。第6代空天战机机玄鸟今日正式列装部队。据悉，该机型最高速度可达15马赫，具备全球1小时抵达能力，并搭载新一代能量护盾系统。最后，你关掉了电视，轻声呼唤3号技师。塞纳宿主，深空探测阵列发射了吗？已于昨日凌晨3时17分。通过9号运载火箭在发射场秘密升空，目前探测器已进入地月转移轨道，预计48小时后抵达月球 L2 点，系统自检正常，量子纠缠通讯链路已建立。按计划，3个月后将开始对比邻星系的系统性扫描。很好，等找到了合适的星球，咱们先去建个度假屋，要面朝大海的那种，最好是双日出或者3日出，那日常应该很美。然后呢？然后当然是找个老婆了，一起去那边生活。